大家好，我是戴着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段奕宏拿影帝的电影《暴雪将至》。故事发生在一个南方小镇，时间是香港回归和改制下岗的1997年。男主角于国伟在一家国营工厂的保卫科工作，破了厂子里不少盗窃案，人送外号于神探。但是老于毕竟只是个编制外的小保安，他梦想有一天能够破一起大案子，从而被破格提拔进入编制内。因此，当听说厂区外发生了连环杀人案，警方人手不够，需要协助的时候，火速赶到了案发现场，还偷偷拍照取证，甚至自作主张带着厂里一大群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工人来警局协助调查。刑警张队说，这已经是第3起杀人案了，死者都是年轻的女性，被打晕以后运到了野外才下手。老于就带着徒弟小刘又回到了案发现场，他认为凶手也一定会再回来，因为人都喜欢回到让自己得意的地方。然而师徒俩只等来了一个爱凑热闹传闲话的人，但是也从这个人的口中得知，死者生前经常去一个叫灯光球场的地方跳舞，所以老于又来到了灯光球场调查。他向舞池旁边的一个大姐询问，大姐说最近经常见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来这里也不跳舞，总是盯着美女看。在年度表彰大会上，老于作为劳动模范上台领奖发言，因为机器老化，棉絮从天而降，如同漫天飘雪。领完奖以后，老于来到歌舞厅找相熟的舞女燕子聊天，俩人聊到了愿望。燕子说她的愿望是去香港开一家理发店，老于却卖了个关子，说等自己的愿望实现了再告诉燕子。第4个被害者出现了，老于又带着小刘来到了案发现场，居然捡到了一把钥匙。老于把钥匙和案发现场的照片贴到了厂子大门口的公告栏，谁来领钥匙，谁就有可能是凶手。就这样换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终于在中南钢铁厂发现了凶手。此时小刘不小心弄响了汽车喇叭，凶手撒腿就往厂子里跑，师徒俩追了进去。小刘在追逐的过程中失手抓了一下电线，被电下了楼。老于让小刘待在原地，自己孤身一人去追凶手。凶手2次下黑手，打算杀老于灭口。最后老于追着凶手穿过了铁道，来到了厂外的马路上，凶手居然消失不见了。好在打斗的过程中，老于脱下了凶手的一只鞋子。在回去的路上，小刘突然哭着说自己曾经收了黑钱，协助厂里的人偷东西，他非常后悔。说完便晕了过去。原来那下电击给小刘造成了重伤，老于把小刘送到医院抢救，可惜已经为时已晚。小刘曾经和老于一起捉鱼，老于踏踏实实的用鱼竿钓，而小刘则选择了电鱼，看似是一条捷径，但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这一条伏笔也暗示了小刘后来走捷径收黑钱，最后被电死的悲惨宿命。张队查出4名死者都曾在一个叫做小香港的商业街逗留。老于租下了这里的一家理发店，送给了燕子经营，自己则躲在对面的小饭馆里暗中观察。正赶上了97年的下岗潮，老于也下岗了。燕子安慰他，至少咱们还有这家理发店，以后好好干，赚够钱，咱们就可以一起去香港了。经过几天的观察，老于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宋军。他是中南钢铁厂的工人，经常来商业街闲逛，还到燕子的理发店洗头。家里是开五金店的，最不缺的就是作案工具，而且试过了老于捡到的那只鞋子，不大不小，刚刚好。另一边，燕子也终于在老于的笔记中发现，老于让他开理发店只是利用他引凶手上钩。绝望的燕子和老于摊牌，最后跳下大桥自杀。悲愤交加的老于把他认为的凶手宋军打成了重伤，并且因此坐了牢。11年后，也就是08年，老于出狱，他来到了医院看望老年痴呆的张队，发现张队给他留了一封信。真正的凶手不是宋军，原来那天他追着凶手来到公路上，凶手被卡车撞倒，藏在了车底下，所以老于才没有看见。等老于走后，凶手爬起来想继续逃，却被另一辆卡车当场撞死，尸体一直没有人认领，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凶手的真实身份。很多朋友说看完电影以后有几个地方没看懂。第一，老于为什么没有把鞋子交给警察？其实从很多情节可以看出，编制内的警察看不起编外的老于，因此偏偏认为老于故意不交出鞋子，想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抓住凶手，这样才能立功破格提拔当上警察。第二，老于把宋军的照片给了灯光球场的大姐让她辨认，大姐为什么啥也不说，一个劲儿的笑？偏偏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大姐当时看上了老于，以为老于也是在撩自己，她根本就没见到什么可疑的男人，只是顺着老于的话随口瞎编。等老于再次找到她的时候，可以看出大姐已经有了新舞伴，所以认为老于的行为非常荒唐可笑。第三，燕子至于要自杀吗？老于曾经发现燕子的手腕上有多处伤疤，暗示燕子曾经不止一次割腕自杀。他本来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相爱一生的人，却发现老于只是在利用自己。燕子临死前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老于说了一句留下来吧。燕子说这就是你一直不肯说的愿望吗？之前说了燕子的愿望是去香港，暗示他向往自由，想要逃离体制，而老于的愿望却是留下来，进入体制内，得到别人的肯定。两个人的人生方向可谓是南辕北辙。所谓希望之后的绝望才是最深的绝望，这句留下来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燕子跳下大桥摔死在了火车上，也暗示他宁死也要逃离这里，奔向自由。第四，厂里的看门老大爷说自己没见过老于，还说厂里效益不好，凭劳模也从来没给过保卫科，因此很多人认为老于精神分裂，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厂子里的人，包括自杀的燕子也是他想象出来的。而偏偏的认为安排这一处情节只是表达坐了这么多年牢以后，老于已经被这个社会所遗忘，就像他的名字多余的余，祖国的国，伟大的伟，他只是伟大祖国里一个多余的人。导演也许是想表达你自己的荣耀时刻你终身难忘，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一文不值。电影的结局，老于看着自己干了那么多年的厂子爆破，坐上了离开这里的大巴，但是大巴却没有启动，天上开始下起了雪，漫天飘舞的雪花让老于回忆起了自己上台领奖的时候，这场从97年就开始预警的南方大雪终于在08年这一刻落了下来。我是偏偏，喜欢听我解说悬疑烧脑片的朋友们，爱关注不关注，来了个拜。